各位朋友，老話說天雨不取必受其咎，时至不宜必遭其殃啊。中國的专家邱文平先生呼籲了很久了，說中国现在已經強大到必須統一台灣的時刻了。因為這個事情拖得越久，那中國付出的這種代價就會越大。你看看現在呢，人家台軍方面賴清德把這個機器狗都造出來了，要用機器狗來阻擋解放軍的進攻啊。美國也說要援助台灣無人艇、无人机來把这個台灣海峽打造成一幅地獄的場景。看到了嗎？時間拖得越久，那解放軍面臨的付出的代價也就越大。咱們先看看他这個機器狗吧。海軍陸戰隊他認為在沙灘就沙岸灘岸的一些巡檢包含海巡署在東沙南沙這邊這些巡檢，他們都有迫切的需求。還有陸軍來講，他們在營區的巡檢也是特別的需求。那所以這一塊我們透過在不同的營區、不同的任務的需求下，那去建立它的相關圖紙，跟滿足各種任務的需求，然後才逐步的推廣實現到各個營區。可以再走一圈嗎？再走一圈。再走一圈是。当然了，跟解放軍的機器狗相比這個台灣的這個機器狗看着像半身不遂似的，但是人家台灣也是從無到有啊，它也會進化的呀。所以你看拖得越久，那不就面臨的困難越大嗎？有任何一個世界頂級的世界大國，你國家還沒有統一嗎？台灣沒有統一，就變成了中華民族難以崛起的一個標誌。所以也在世界範圍內，其實在各種外交場合，其實搞得我們很尷尬。什麼一個小國家都會來給你加一句我們支持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其實是很尷尬的一件事。所以在這點就是你要知道世界認知是不一樣，就是我們知道自己強大，美國人也知道自己強，但是你要知道很多中小國家在西方輿論的強烈的洗腦之下，他認為我們就是個落後、專制、愚昧的一個國家。你有的就是除了剽竊亂七仿製就什麼都沒有，就看你很強大，實際上你沒有那麼強大。這個道理很簡單，你沒有統一啊，台灣都沒拿下來啊。所以說他們敢於挑釁，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從心理上他有這個觀點，還有一個在軍上我們也就沒有證明過自己。所以因為我是個資深的軍迷，所以說我知道中國軍力發展什麼地步，但是說你不打怎麼證明自己呢？但是說武器空戰，我是徹徹底底的，我確定了我們的軍力是全世界非常之領先的。這一點就是之前我們都知道，但是你沒有法確認。但武器空戰的壓倒性結果就證明了中式的戰機體系和空戰體系完完全全壓倒了西方的空戰體系，它比我們落後了1代到2代的差距。就是我們可以說外面很多像蠻夷一樣，畏威而不懷德，強則倒扣，弱則背負。你不打他，他永遠不知道你有多厲害。就說這個我們中華文明幾千年文明之後，因為我們經過非常慘烈的民族間衝突、國家融合之後，我們一般不太願意對外使用武力，不到迫不得已。一般來說知道，因為戰兵凶威的話，就只要打仗肯定是會很麻煩的，就是能不打實際上最好。但是你要知道，整個世界現在實際上就是個草台班子。就是個肉肉強勢的叢林社會，誰拳頭打，你要不耀武揚威，證明你沒有這個膽量，你沒有這個實力。為什麼印度敢跟我們跳三跳四？就是我們沒有好好跟他較量過。就是我們認為好好講的話，他認為什麼？就他們認為，如果你在說軟話，就證明你實力不行，因為他們沒有見過一個好好講道理的一個國家和人文。只有中國在這世界上是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概念，他們連做夢都想不出有這個詞兒的呀。所以他們
覺得你完全在胡說嘛，就是。但是這個詞你說從道理上講，它錯了嗎？它一點都沒錯。我們提出的東西有着非常豐富和深刻的理論內涵的，就是我們證明我們可以共同發展，何必要以鄰為壑？為什麼要有強則必霸凌呢？這就是美國主導的國體，他就這麼幹。那麼今天當美國他已經開始走 G2 的時候，我們其實需要在世界叢林中適當的顯示自己的，你是一個虎豹級的人物，是要显示自己的特色和能力的，否則人家就會來輕視你。中國的專家們也不是沒有智者呀，有智者呀，說台灣的這種事儿真的是越拖，代價越大，我看着都着急。你看嘛，赖清德都把手伸向了小學生了。我們過去思考，面對小紅書跟這個 TikTok， 都只是在技術面，要怎麼樣來減少或是阻止到境內來影響孩子，是沒有想到你們剛剛提到了，就是在學校的上課，用論證的導向的方式，以古證今，讓孩子培養理解到真正的台灣了，不受 TikTok 或小紅書，然後1年365天日以繼夜的不斷灌輸錯誤的理念。那這個問題真的，我身為總統，我一直認為這個問題是非常嚴重。這個如果我們沒有一個妥善的方式假以時日，哇，台灣可能就沒有守護民主的意志了。會把中國當作是個好人呢，他要併吞我們，他要侵略我們，我們會認為他是一個好人，對台灣不會有危險，不會有危險，我們會失去我們應該有的保護自己國家的意念，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連台灣的百姓都看不下去了。賴清德对台灣學生下毒手了，通過他下三濫的政治論述洗腦台灣的國中生，以鞏固他的獨裁地位。就這樣的洗腦之下，台灣那可以說是台獨遍地呀，朋友們。晚統一一天，那就付出的人命代價就越多，甭管是台獨的命還是解放軍的命。民众们怎麼看中國共產黨這個政黨？分別有非常信任、信任、普通沒意見、不信任、非常不信任。那就開始訪問吧 ，Go Go！ 對這個政權的看法是什麼？台灣是很自由的國家，大家都有眼就知道中共是什麼樣的國家嘛，是，這不用毋庸置疑。了解，我信任他。是，那你覺得未來要統一獨立還是維持現狀？最好維持現狀，沒有辦法的話，那就無奈啊，和平統一。吃耳環了，說話都很嗆，剛才一紅嘞，台灣那剛才野嘞，太過分了。習近平嗎？對，非常討厭。了解。我不要看到他。那你覺得我們要跟他們要統一獨立，還是維持現狀？國家之事，我是感覺吼，咱家己獨立較好。了解。賣幹插針，愛他。我信任，都是共產黨的，都是共產黨的。當然是不信任的。不信任還是非常不信任？非常不信任。非常不信任。兩個都是。共產黨他就是一個很爛的人，攻下美東啊，又出爾反爾。從以前到現在，每個國家都有幾黨獨大，當然都輪替。剛才又共產黨70幾年都無輪替啊，你就知道共產黨是無合法的代志啊。你哪講你信任，對不對？是啊。完全不信任。前總統講的，跟他談條件哦，跟那個與虎謀皮是一樣的。他一帶一路害死了多少國家？覺得我們未來要走向統一獨立，還是維持現狀？一定要獨立啊！我們現在的處境叫做中華民國在台灣，那中華民國到現在都還沒有被消滅啊！從1911年開始成立啊，到今嘛，咱贏伊這邊40-50年啊，那為什麼是咱祖國？咱是的祖國要丟啊，伊來找咱再丟，咱是咱去找伊。沙館長空空的。覺得台灣跟他們的交流要再多一點、少一點，還是像現在這個樣子就好？可以跟他們交流，可是大家在平等互惠，而且要一邊一國這種情況下面，誰也不隸屬誰。每個國家有他們每個國家自己的方法去處理，我覺得不應該太過去看這個。那他們的政權上可能做了哪些行為比較不好？他們的壞事都封鎖起來，不讓百姓知道。就
去過大陸，只要一到他們的機場，我就心情超不好。去到那邊有什麼樣的感受讓你心情不好？生活水平跟我們台灣差太多了。哦，怎麼說呢？就是排隊也不排，然後隨便亂吐痰，一點規矩都沒有就對了。是在哪個城市啊？白雲機場這邊的。那應該是廣州吧？哦，多少年前的事？4、5年前。我不信任啊。对他們有什麼比較不信任的點？你說嘞，有自由嗎？有言論自由嗎？你自己就想了，你自己在台湾这麼自由，他們來管你有自由嗎？不信任這個，對這個政權不信任的點是哪些？因為他沒有任何可以信任。我原則上面來講，我比較相信民主制度，对，所以呢，我对威權體制就比較沒有那麼樣的有信心。了解。對，畢竟你在沒有其他的那個更好的體制之前，我比較相信民主。覺得兩岸現在的交流是 OK 的嗎？還是要未來要怎麼調整？不 OK。你在個與虎謀皮啊，stupid， 真的很蠢。他們的政黨，他們的共產黨體制沒有改變，你去跟他們交流是自欺欺人，好不好？民間交流當然是可以啦，對。但是呢，如果在政治上面的話呢，我是覺得應該還有在商量的空間嘛。除非我們改變我們的觀念，或者是說大陸有其他的這些變革，否則的話，我是覺得暫時來講的話呢，還是民間交流就好了。最後面這一個字。這個哈 ，OK， 我幫你貼貼紙上去。那個只有國民黨的才會信任。了解。非常不信任。OK， 他們的哪些作為讓你最不信任？不管任何政策，他想要幹嘛就幹嘛。出國很多遇到他們就說，我們是強國哎。我在泰國就遇到那種他已經吃飽了，然後他去拿煎蛋，一盤出來大概20個，他們拿到剩下2個，拿到位置以後，他把它剁得很碎，然後就要走了。然後旁邊應該是香港自由行的客人，就跟他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子？然後那2個年輕人應該是你們這個年齡的，是。他說我們是強國啊，我就是要搞死泰國，怎麼樣？沒有我們中國人出去，你們通通倒了。可是我沒有想到現在的國民党以前是反共的，現在會竟然這麼親共。每天人家飛機來干擾，還覺得是沒有問題，然後還常常去拜訪他們，我就覺得很不可思議，連軍人啊都可以賣消息給他們。保釋金只有2萬，人家都跑了。有一個外國英國的 YouTuber， 他問了5對的年輕人，都是情侶，只有1對14個男生，每一個人都說，如果中共打過來的話，我幹嘛打？我直接投降就好了，我們又打不贏人家。那你想想，人家烏克蘭從來不看好的哦，他打幾年？可是我們的年輕人我不曉得你的想法。他說我為什麼要幫賴清德打仗？我今天想這個跟賴清德沒有關係，因為他已經是現任的總統，不然就下一次選換別人選嘛。那我就好失望。我看我以前是藍色的，我現在已經慢慢變成淺綠，因為我很討厭民進黨，說實在的。但是至少目前為止，他的作為是。我覺得人家外敵來本來就是要抵抗，還有什麼等浮上來才給錢，然後等打仗了再給預算，哪一個國家在等打仗了才給預算？他跑都跑光了。人家那個1949年，毛澤東還跟那個法國記者說，他一生最後悔就是改國號，他不改國號，台灣就是他的。會希望我們跟他們統一嗎？還是和平？和平統一這樣？非常不信任。OK， 他們哪些行為讓你最不信任？炮彈啊！是，不是有幾千隻都對着台灣嗎？而他講話不算話，他自己貪污的還是別人貪污？非常不信任。我在做這波，沒信任那是非常沒信任。不信任，不信任啊！非常不信任啊！非常不信任，不信任好不好？真的嗎？老公都不信任。對啊。那最不信任他們什麼？他們是共產國家啊，他沒有言論自由啊。那我們要走向統一獨立，還是維持現狀？維持現狀就可以了。是。沒有那麼偏激說一定要獨立了。了解。大家百姓好過日子最重要。當然是統一不可能的事啊。他們國家還是一樣涵蓋很多真實的消息，還是沒有那麼的公開化，言論自由還沒有那麼明確。我們台灣真的是很自由，沒有人權啊，沒有言論自由啊。古時候貪腐到現在還是貪腐，全世界在進步，只有他們沒進步。非常不信任。好，我幫你貼上去就好。那要講一下為什麼不信任嗎？我對他個人就不信任了，對中國大陸就是不信任了。是，他們可能做過哪些事讓你最不满？兩岸的問題，他常常武力犯台，造成我們台灣人就是心裡會受影響嘛。是，对啊，我比較不會表達啦。普通啊，普通沒意見，沒有意見。有見他們哪裡好或不好嗎？我們是外省人嘛，所以說我爸爸媽媽是從那邊來的。啊，了解。對啊，所以不統不獨不搞。哦，就維持現狀這樣。對。哦，
要講一下哪些好，哪些不好嗎？他們現在有在進步啊。希望未來我們是統一、獨立，還是維持現狀就好？各過各的啊，維持現狀就好了。他們哪些行為讓你很不信任？沒有人權，沒有民主。我姓林啊，非常不信任。你覺得要統一、獨立，還是維持現狀？和平就好吧。非常不信任。本會在5月22號到23號跟25號和26號進行了對民眾對兩岸相關議題的看法的民意調查啊。那本次調查結果重點如下哈。第一，79%的人不贊成中共一國兩制的主張啊。第二，87%的人不同意，只要接受中國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就算讓共產黨統治，失去自由民主也沒有關係。第三，82%的人不認同中共阻撓我總統專機出訪邦交國。那72%的人贊成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88%的人支持台灣的未來必須由2300萬人民共同決定。85%的人支持台灣現在最重要的是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現狀。最後，71%的人支持政府增加國防預算，強化自我防衛。在一個中國大陸5線城市的鄉村集市都不如的環境下，說4、5年前，中國廣州的白雲機場隨地吐痰，人人都不排隊，生活水平比台灣差遠了。那個母綠蛙去過白雲機場嗎？說啊，這個中國大陸的人香港自由行，在泰國拿了20幾個雞蛋剁碎它不吃。你以為中國大陸的民眾缺少雞蛋吃，跟台灣鬧蛋荒是一樣的嗎？香港自由行的人跑到泰國，你想想那個母綠蛙說的，這是人話嗎？台灣現在遍地都是被民進黨洗腦洗成了這種神經病白痴的台獨，大陸也不知道是咋想的，還等呢，等啥呀？黄瓜菜都涼了。點個訂閱吧，咱們下集再聊吧。